漫威雷霆特工队引前导读：复联5的首批影集成员都是谁？首先，自然是人气王巴基。作为史蒂夫·罗杰斯的亲密战友，曾因被九头蛇绑架，打下九头蛇血清，并接上机械臂，洗脑成了无恶不作的冬日战士。期间，无数政商名流被其秘密暗杀，其中便包含钢铁侠的父母。哪怕美队也曾直面过冬日战士的威胁，但他却始终坚信自己的挚友不会做出此等恶事。甚至面对一心复仇的托尼，他选择放弃代表其身份的盾牌，而此举宣告了复仇者联盟的初次解散。最终，他在瓦坎达的科技下摆脱了九头蛇的洗脑，并在复联3、4中以白狼的身份获得了瓦坎达机械臂对抗灭霸，直至获得全面胜利。但战后等待他的却是一页又一页自己曾作为冬日战士为九头蛇犯下的累累罪行。幸好当初美队选择让先猎鹰，毕竟他知道作为一个罪犯，自己根本没有资格拾起那面代表人类最美好品质的盾牌。而该条故事线带来了全新角色——美国密探约翰沃克。I'll have you know, I was actually the official Captain America. So yeah, for like 2 seconds. 与史蒂夫·罗杰斯不同，军旅生涯中一切成绩皆是顶尖的他，获得了美国政府的青睐，进而内部确定了他美国队长的身份。毕竟，让黑人进入美队确实不符合大众印象。Good morning, America. 然而，市面上却突然出现了早该绝迹的超级士兵血清，甚至以此诞生了碎骑者组织，在社会层面挑起争端。机缘巧合下，约翰·沃克获得并打下了该血清。在一次次极端事件下，他产生了即刻逮捕该组织头目的想法，却反而目睹了自己的挚友莱玛被对方超级战士杀害当场。血清刺激以及自身的愤怒下，他当街杀害了碎骑者1员，这也让美队盾牌第一次蒙羞。舆论让他被迫卸任美队，但内心的正义却没让他冲昏头脑。在关键一刻，他选择放过了杀兄仇人，救下了险些坠落的民众，默默消失。最终，他被瓦伦蒂娜收纳为了美国密探。 We're gonna need a US agent. 没错，复联4后，女伯爵瓦伦蒂娜就是类比前3阶段尼克·弗瑞的角色，不断招揽着自己的佣兵。而他的下一个目标，则将把时间拉回到冷战时期。 But cutie, don't you think? 儿时的娜塔莎曾被苏联下令与红色守卫梅琳娜以及叶莲娜组建成了一个临时间谍家庭，但众人因计划败露，被迫逃离美国，自此分崩离析。在大反派德雷科夫的密令下，娜塔莎与妹妹叶莲娜都被送至了红房组织，培养成了顶级杀手黑寡妇。然而，早已叛逃红房的娜塔莎不知，德雷科夫一直都有某种神经物质，操控着大批同样困于红房署名黑寡妇的女孩，而其中最顶尖的那位，便是被掩盖面目、永远只知服从的魔方大师。与其他角色不同，魔方大师拥有着对任意角色任意体术过目不忘的能力，哪怕就连娜塔莎都险些被其暗杀。在两姐妹的联手下，她们有惊无险地救出了被困于西伯利亚的红色守卫，而有了这位打下苏联血清的超级战士，智取红房便顺理成章。最终，娜塔莎与妹妹叶莲娜炸毁了红房，并解除了她对魔方大师的洗脑，而这3人也理所应当成为了雷霆特工队的重要成员。 Look at you. So adorable. 最后是在一人2中登场的反派幽灵。儿时，他的父母曾与皮姆博士共事，却不仅因为理念分歧分道扬镳，更是因为一场实验意外炸死当场。彼时，只有年幼的他因为辐射影响获得了量子穿梭的幽灵能力，其每时每刻细胞内的分解重组让他痛苦万分，而被神盾局利用成为专属特工的成长历程更是让他毫无自由。为了恢复正常的肉身，他被迫展开了与蚁人一边的战斗，只为夺取量子传送通道，获得足够的量子能量。最终，他被困于量子领域数10年的初代黄蜂女之羽销声匿迹，直至本次的雷霆特工队。 We are the Thunderbolts. Can't call ourselves that. God, thank you. 巴基困苦于冬兵的过去，叶莲娜束缚于姐姐的逝去，魔方大师痛苦于自己曾是杀人机器的历史，红色守卫困扰于超级士兵身份下平庸的中年困境，幽灵痛苦于自己悲伤的童年与工具化的成长历程，而约翰沃克则困在了自己失去美队头衔的那天。 Okay, that was really good. 5个性格迥异的反英雄，注定在复联解散的当下成为独当一面的英雄，而他们的首次战役便是直面100万颗恒星之力的哨兵。 You thought you were gonna be some great saviors? You can't even save yourself. 那么，一群2线角色将如何击败这位人神？就让我们4月30日雷霆特工队不见不散。 Wait, us? Yeah, you. Why, you got someplace to be?